Hello，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要来一起解锁一项超级关键的技能，那就是看懂一家公司的损益表。你可能觉得听起来有点硬，但相信我，它里面藏的秘密绝对比你想象的还要精彩。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我知道很多人都觉得投资嘛，不就是像在赌大小一样吗？心里总是七上八下的，很不踏实。但如果我告诉你，其实有一种方法可以让你从一个赌客摇身一变变成那个坐庄的赌场老板呢？那关键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就2个字：知识。当你真正了解市场、了解经济，尤其是当你能够看懂一家公司它本人到底在做什么的时候，投资就再也不是赌博了。你就能真正做到不慌不惑不赌，每一步都走得非常有信心。好的，那咱们就从这开始聊起。你觉得要评估一家公司好不好，只看它的股价就够了吗？那当然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要看的是藏在股价背后它真正的内在价值。其实啊，一家公司的故事基本上就是由这3张关键的财务报表一起演出来的。那么今天我们的聚光灯就先打在第1张表，也是最重要的主角之一——损益表。好，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翻开这个故事的第1页，损益表。它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很简单，它就是要告诉我们，这家公司在过去这段时间是上演了一出赚大钱的喜剧，还是一场亏损连连的悲剧。你不要看它好像很复杂，其实这张表的目的超级单纯，它就是要回答一个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这家公司到底有没有赚钱？就这么简单。而且啊，他算钱的逻辑也非常直观。你想想看哦，就是从公司赚到的所有钱，也就是总收入开始，然后呢，一层一层地把各种成本啊、费用啊全部减掉，那最后剩下的不就是公司真正赚进口袋的钱吗？很简单，对吧？好，那我们就先从损益表最下面，也就是第1行开始看起，营收，来看看不同的公司，他们的钱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你看哦，这就很有趣了。一家公司是卖东西给我们这种一般消费者，也就是 B2C， 还是卖给其他公司，也就是 B2B， 它赚钱的逻辑会完全不一样。特别是 B2B， 因为一个案子通常会有3家厂商来抢，所以专业的分析师在估算营收的时候，常常会很聪明地先把预估值打个3折，也就是预设只有1/3的成功几率。你看，这就是专业人士会注意的小美角。而且啊，营收绝对不是一个冷冰冰的数字哦，它根本就是一面镜子，直接反映出我们真实世界发生的事。你想想看，疫情那段时间，旅游业的营收是不是直接跌到谷底？但反过来，那些卖口罩、卖消毒水的需求是不是一飞冲天？这就是数字背后一个个活生生的故事。OK， 我们知道钱是怎么来的了，那下一步呢？当然就是看钱都花到哪里去了。这边的关键就是要先搞懂成本跟费用这2个东西到底有什么不一样。你可以这样想，很简单，成本就是你为了做出那个产品或服务直接花掉的钱，像是原料啊、工厂工人的薪水啊。那费用呢，就是为了让公司能顺利运作下去的钱，像是行销广告费、办公室租金、研发费用这些。好，当我们把营收减掉刚刚说的那个成本之后，就会得到第1层的利润，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毛利。这就好像你开一家面包店，卖掉一个面包赚了50块，但你得扣掉面粉啊、鸡蛋啊这些材料钱，剩下的才是你这个面包本身帮你赚到的钱。所以说，这个数字直接就反映了这个产品本身的赚钱能力。这边有个观念，真的非常非常关键，你一定要记下来。一家公司的毛利率高还是低，很多时候根本不是他自己能决定的，而是由他所在的那个产业决定的。你想嘛，除非他能像当年的贾伯斯一样，凭空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市场，
不然它就得跟着这个产业的游戏规则走。好，那扣完了产品本身的成本，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看那些让公司营运的日常开销了。减掉这些之后，我们得到了数字，才能真正看出一家公司经营管理的真本事。这个数字就叫做营业利益。很多专家都认为，这才是看一家公司核心赚钱能力最准、最实在的一个指标。好，接下来这一点注意听，这真的是超级重要的一个提醒。损益表最下面的那个净利，不等于公司银行户头里真的有的现金。为什么？你想想看，你卖了东西给客户，客户说我下个月再付钱哦。这时候你账面上是赚钱了没错，但你口袋里是不是1毛钱都还没有？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听到很多明明账面上赚钱的公司，最后竟然会倒闭耶。为什么？因为现金不够啊。所以啦，你千万不要再被新闻标题给骗了。下次你看到新闻斗大的标题写着某某公司营收创历史新高，先不要急着冲动，你就要像个侦探一样，马上往下翻，去看看它的成本跟费用是不是跑得更快。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这家公司就只是在做白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增收不增利。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陷阱。OK，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的都是细节。现在我们把镜头拉远一点，来看看损益表背后那个更宏大的商业策略故事。如果整张损益表你只能带走一个最重要的观念，那会是什么？我告诉你，就是这家公司到底有没有定价权？讲白话一点，就是它敢不敢涨价？你想想看，台积电，想想看苹果，他们说要涨价，你有的选吗？还不是得买单？这就是实力。而这个定价能力，它会很诚实的反映在一个数字上，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毛利率。如果毛利率很高，就代表这家公司可能是在一片没有什么竞争对手的蓝海里悠哉的游泳。但如果毛利率很低，那它很可能就是在杀到血流成河的红海市场里面苦苦挣扎。来，记住这个魔法数字 10%。如果一家公司的毛利率长期都低于 10%， 那警报器就要大响了哦。这通常就意味着这家公司几乎没有任何定价能力，只能在价格战的泥巴里打滚。你看，这就完全展现出普通公司跟顶尖公司的思维到底差在哪里。普通公司看到加油站很赚钱，就想说，那我也来开一家加油站。结果就是大家一起开，最后一起杀价，整片市场变成红海。但顶尖的公司会怎么想？他会想，开车来加油的人是不是肚子也饿了？是不是开累了想休息？所以他们不止卖汽油，他们打造的是一个围绕着驾驶需求的生态系。所以这就是我最后想留给你的一个问题。从今天起，当你在看任何一家公司的时候，试着问问自己，它到底只是在卖一个单一的产品，还是在打造一个庞大的生态系？当你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恭喜你，你就真正读懂了数字背后的故事。